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近期西安楼市的热度越来越低，无奈放出了2个限价红盘来给西安楼市造势，免得西安房价就那么跌下去。信贷宽松及地方调控政策放松下，市场呈现不均衡复苏态势。西安二手房市场预期供需活跃度回升。中国商品房销售额已经下降了22.7%，受疫情影响，还不起房贷的人变多了。西安楼市里面的购房者数量还是比较多的。从西安扔出来的那2个红盘来看，西安现在有购房需求，并且有钱的大概有6万多户。就算把一些一个人持有多个号的给排除掉，6万个购房者肯定还是有的，这算是西安楼市的底气了。今年西安第1季度一共卖出去了22宗土地，基本上都是底价成交，而且也大都是本地房企在买地，也没有什么地王出来，所以很多人也都没有关注。现在西安的刚需购房者能承受的房子总价在130万左右，西安改善房购房者能接受的总价在170万到250万之间。西安楼市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，单价超过2.5万以上的都没有那么好卖了。西安楼市成交量最高的房子，普遍还是在2环以外的那些次新房小区，2环内的筒子楼是当下西安楼市降价的主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信贷宽松及地方调控政策放松下，中国1季度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，价格基本止跌，市场完成筑底。市场呈现不均衡复苏态势，长三角区域恢复力度较强，西安二手房市场预期供需活跃度回升。根据媒体调查数据显示，2022年1季度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约7%，其中2、3月连续环比回升，3月环比增速超过40%，3月成交量恢复至去年7月的水平。同比来看，2022年1季度二手房成交量较去年同期高点下降约4成，较2020年同期增长约7成。价格方面，二手房价格指数与1月持平，结束去年8月以来连续环比下跌的走势，3月环比微跌0.1%，整体止跌转稳。住房信贷大幅降息叠加地方支持性政策增多，是支持市场复苏的关键因素，但目前呈现不均衡复苏的态势。从季度成交量来看，约7成的城市1季度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，长三角城市群内除上海受疫情影响而下降外，多数城市普遍环比增长。其中，绍兴、宁波、合肥、南通等城市季度环比增速超过40%，成都、重庆季度成交均环比增长20%左右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，广州、佛山环比增长，环深城市多环比下降，深圳受疫情影响降幅较大。城市价格方面，1季度北京、上海保持平稳上涨，2、3线城市中长春、哈尔滨、兰州等北方城市房价仍未走出下跌区间。根据数据显示，2022年2到3月期间，西安二手房成交量连续2个月保持正增长。部分购房需求恢复，叠加低基数效应影响，促使二手成交量环比高增。但是面临疫情反复扰动下，市场恢复节奏不稳定。从区域看，3月各城区二手成交量均环比增加，灞桥区、碑林区环比增速较高，莲湖区、雁塔区环比增速次之，高陵区、新城区、长安区和未央区环比增速超也比较高。与比去年同期相比，各区绝对成交量仍在低位，同比下滑明显。政策释放维稳信号叠加信贷环境改善，对提振市场信心、释放购房需求、修复二手市场起到积极作用。1季度西安二手市场供需活跃度均有回升趋势。数据显示，3月西安新增挂牌房源量环比增加33%，新增客源量环比增加37%。但整体来看，相较于供给端的快速恢复，需求端恢复力度明显较弱，购房者入市信心不足，反映到市场上即表现为需求不振。未来还需要针对需求进行政策方面的精准呵护。事实上，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，西安楼市在年后的推盘节奏明显加快。据相关监测，今年前2月，西安限购区域中共有26个楼盘，7983套房源入市登记，
房源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4%，超过5.9万个家庭登记摇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西安楼市2月份共产生5个千人摇楼盘，2月底还出现今年首个万人摇楼盘。其中，长安区的中海长安府、浐灞区的上东大道、曲江新区的华润悦喜、经开区的绿城腹地柳岸小峰、港务区的绿城观澜，以及高新区的中国铁建西派国悦等项目的去化率均达到100%，市场购买力旺盛。今年前2月，西安销售金额排在前10位的楼盘，包括中国铁建、万科翡翠国际、华润悦喜、西苑府等项目。其中 ，Top 3楼盘销售额均超过20亿元 ，Top 10楼盘总销售额达134.1亿元。不过，很多人认为房子今年应该是最后出手机会了，因为很多人存在希望，手上1、2套的无所谓涨跌都得住，多套的有点头大，那些抵押贷款的会很着急。有不少西安房东现在都想要卖房套现了，这也导致西安的待售二手房数量快速的激增。只可惜西安房价实在太高了，那些没房的年轻人想要买房也买不起了，没有接盘侠，因为他们最清楚经济层面的问题，但又无能为力。而这个时候，他们如果不赶紧把房子卖出去的话，那么到时候可能会面临房子卖不出去的局面。西安楼市在2017年到2019年这3年里面，平均每年至少卖出去了15万套的新房，按照时间来推算，这些新房价现在应该都过了限售期，并且也都交房了。这也意味着西安楼市会有很多的次新房上架，尤其是这几年交房的小区，基本上都是以投资为主的，真正居住性买房的人并不多。西安房价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支撑点，每年靠着大量学校扩招所带来的人口增长，是满足不了西安楼市的需求。西安产业发展不起来，高薪岗位数量不多的话，西安房价就很容易涨上去又跌下来。未来一段时间，如果西安不放松调控政策的话，西安房价还会继续下跌。截止到2022年4月份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已经下降了22.7%。由此可见，现如今的房子真的很难卖，因为经过疫情和经济不景气，再加上房子越盖越多，老百姓挣钱费劲。现在很多城市房价下跌，也卖不出去，刚需少于房子数量。受疫情影响，很多人思想改变，财产再多也没有什么用，不再追求那些东西了。很多人想好好活着，也不想太累了。可以说，现如今的房子，即便是跌成白菜价，想买的人应该不会很多，因为还有比房价下跌更令人担忧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就是还不起房贷了的人变多了。还不起房贷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的悲惨，因为房贷还不起的话，他们就要面临房子被银行收回去，然后法拍。如果被法拍的话，那么自己之前买这套房子所付的几十万块钱首付款，基本上是打的水漂，最终的结果不仅是房子没了，而且还要继续还银行的利息，然后导致钱房皆失，到时候真的是菜篮子打水一场空，得不偿失。除此以外，就是对于那些想要买房子的人，千万不要随便去买房子了，因为现如今的大环境当中，真不适合去买房子。如果实在要买房子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点就是你的首付一定要完全自己腰包里掏，不能借钱凑首付，不然到时候要还借的钱还要还银行的贷款。第二点就是当你自己的存款套完首付后，一定还要有足够的备用金。如果首付给完了，没有足够的备用金，是不建议大家买房子的。因为在这种大环境之下，身边没有钱的话是不行的，毕竟工作很容易不稳定，就容易造成收入不稳定，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怎么去还房贷？第三点就是首付比例保证要在30%以上，不能太低了，不然每个月还贷的贷款数额就比较多了，而且部分还贷的时间长达30年，在这30年的时间里会出现很大的变数，所以说尽量的降低每个月还贷的数额，对于现在买房的人来讲，肯定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第四点就是每个月还贷的金额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20%，不然容易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。总之，房价下跌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买了房子还不起房贷，这才是更令人担忧的事情。西安楼价连续下跌，对于买房者而言可以说是个好消息，但对于卖房者和手上有几套房的人来说，
可能就要找准时机将损失降低了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